蛋白棉除黄水效果怎么样？安全性如何？平时在鱼缸中放入沉没，加入懒人叶或是草缸植被腐蚀，都会形成黄水。鱼缸水一黄，就需要用到蛋白棉去黄水了。把这条视频转发给被黄水困扰的鱼友，他们会感谢你的。你们有因为使用蛋白棉死鱼的吗？关注鱼渣实验室，带你一起探索鱼缸中的奥秘。鱼缸里的黄水中的色素通常是有机物，色素离子指的就是有机酸电离后的阴离子。蛋白棉是阴离子交换树脂。去黄水的原理可以理解为蛋白棉携带的氯离子与水中的阴离子色素离子发生了交换，水中黄水变浅了，氯离子释放到水中。因为氯离子是强酸根离子，色素是有机酸，是弱酸，强酸根离子置换出弱酸根离子，所以水体 pH 下降。商家给的还原盐其实就是高纯度的氯化钠，负责用氯离子把吸附的阴离子换下来，让树脂重新携带氯离子，从而再生。是我们查阅了相关资料，蛋白棉用氯化钠的还原值最高是90%左右。这期干货太多，建议先收藏起来慢慢看，看了视频不点赞，小李把你加网线。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除黄水的效果。实验很简单，准备一个30鱼缸，加入21升黄水，按说明书称取300克蛋白棉，放入瀑布过滤器内，安装过滤器。这时测水样 pH 是 7.36， 温度 25.1摄氏度，色素159。将过滤打开，让水循环起来。每隔1小时测定水的 pH， 包括温度、色素。经过10小时的实验，在大家的点赞支持下，我们得到了以下数据。可以看到蛋白棉去黄水效果明显，10小时已经让色素由159降到了37，但是水体中的 pH 值也从 7.36 降到了 5.74， 这个 pH 降幅对鱼的伤害很大。建议大家单次使用，时间不要太长，分次使用更为安全。还有传言说蛋白棉能处理水中的氨氮以及亚硝酸盐、硝酸盐，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因为蛋白棉是阴离子交换树脂，所以从原理上，它既能吸附亚硝酸盐离子和硝酸盐离子，又因为自身带有的还原性，也能把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最终还原为氨氮，这两个反应是同步进行的。实验很简单，取鱼缸水1杯，800毫升，测其氨氮含量为 0.05 毫克每升，亚硝酸盐含量为 0.086 毫克每升，硝酸盐含量为 19.3 毫克每升，然后加入30克蛋白棉，2个小时后测其氨氮含量为 0.53 毫克每升，亚硝酸盐含量为 0.032 毫克每升，硝酸盐含量为 12.2 毫克每升。经过计算，这次实验每升水中共减少了 7.154 毫克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其中有 6.674 毫克被吸附，占总量的 94%， 而被还原的硝酸盐、亚硝酸盐仅占 6%。所以蛋白棉能吸附水中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是正确的，但是会提升氨氮，使用时要注意时长。看到这里就能解释为什么有的鱼友使用蛋白棉后鱼会死。蛋白棉使用时间过长， pH 值的大幅下降或氨氮的浓度太高，都会导致鱼类死亡。最后总结起来，有4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1. 蛋白棉有去黄水效果，效果较明显，但导致水体跌酸，氨氮升高，所以略有净水效果后就要拿出来，并少量换水，避免发生危险。单次使用时间不要太长，分次使用更为安全。2. 蛋白棉吸附能力变弱时，用饱和食盐水浸泡可以再生，可以循环使用。3. 蛋白棉和我们上期讲的软水树脂从外观上看是一样的，虽然都是调节水质的，但是它们的原理和功能是有区别的，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区分。4. 鱼友们日常使用的时候，按说明书的用量为准，放在滤仓里就可以了。鱼命诚可贵，且行且珍惜。